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中传出版领读者计划第7季 AI 加自媒体系列讲座。我是本场主持人龙一。上周呢，我们一起解锁了 AI 绘画，今晚第2场咱们重磅开讲。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李斌教授，带来主题为 AI 赋能主播新生的分享。带大家看懂 AI 如何为播音主持、数字主播、自媒体出镜创作全面提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斌老师。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好的，那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分享。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 AI 赋能主播新生。我想先问一下我们那个主持人龙一老师，现在的这个声音是清晰的吗？没有问题。清晰的话，李老师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继续了。那其实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讲座呢，我也是充满期待的，因为我最近刚好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人工智能与主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本书，然后也特别希望听到大家的一些反馈哈。那今天呢，我就特别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怎么样通过 AI 来赋能，让我们主持人，让我们主播也能焕发出新的声音。那首先呢，一开始我想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新闻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湖南经视已经让 AI 的主播在播报新闻，他们已经上岗了。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会不会引发一些危机感，或者说会不会引发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更加期待的一种属性？但我倒觉得这个新闻出来，至少很多人都会发现，哇塞，早就料到 AI 主播会登上主流媒体，但是没想到这么快，而且就在非常主流的湖南经视。那这个信息出来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新闻主播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生存空间呢？或者说新闻主播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的场景？但不管怎么样，它已经真实的出现了。但是对我来说，我倒是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尤其是采访了很多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他们都会觉得看了这段视频播报之后，会发现感觉一种距离感。就听他们在播报新闻的时候，虽然好像也很准确，但是就少了一种情感的共鸣。也就是说，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就是通过新闻来读懂新闻背后含义的这样的一种交流感。那看来大家还是更加喜欢人类的情感共鸣，喜欢人类的这样的共情能力。但是我想又给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说 AI 主播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新闻主播它的价值又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呢？如果说他们的我们未来的人类的新闻主播还是停留在给大家去播报新闻，或者说只是来传递这个新闻表象的这些内涵，那可能这样的新闻主播一定会有危机感，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确是看电视、看新闻的人越来越少了，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社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规律吧，生存规律就是优胜劣汰。那如果说一个岗位它已经没有那么的被需求的时候，那可能是不是我们可以减少人工的成本，而用人工智能来去替代它？所以我倒觉得，其实像我在屏幕当中给大家打下的这样的几个字，还剩下哪些受众呢？对吧？这个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未来，可能新闻主播的岗位就交给 AI 来做，但是我们这些有着专业素养的主播或者主持人，可能要做一些更加有深度内容的，比如说现场报道，对吧？能够给大家传达不一样的信息，能够通过不一样的视角来给大家奉献出不一样的有价值的内容，对不对？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可能更加期待的是未来的主播能够真正唤醒大家的情感共鸣，也就是通过观看你的表达、你的内容，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所以，传统媒体当中的新闻主播可能会有危机感，但是同样也要看到未来的方向感。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卫视春晚当中，有很多的电视台没有使用主持人，或者是使用的是虚拟主持人，
比如大家来看，这2年北京卫视包括河南卫视，他们这个节目都是提前录制好，然后也没有使用主持人来进行串联，就是一个节目跟着一个节目走下去。那另外，你看像在央视也好，包括内蒙古的网络春晚的虚拟主持人艾北江，你看虚拟主持人也登上了大型活动的舞台。那给大家的启示就是，可能我们过去会觉得说，可能只有新闻主播会需要这个主持人或者这个主播岗，那个会有这种虚拟主播上岗。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在大型的晚会上，在活动主持上，有的时候虚拟主持人甚至也能独当一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更多了一点危机感，对不对？但是我倒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倒是始终觉得，我们其实与其有被替代的恐惧，倒不如让自己实现一个就是全新的价值，对吧？你看，我们其实可以让 AI 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做更好的创作，所以不管是说被替代的恐惧也好，还是技能更新的压力，我倒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主动的去拥抱 AI。就像我最近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人工智能与主播》，就是帮着大家怎么样在新的生态下实现这个人机共融这样的一个新的平衡点。那在新媒体的领域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也在去忧虑，也要去慌张啊。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会说，可能在新媒体时代，包括 AI 主播越来越多，大家也会恐慌。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一些人他永远都不会恐慌。比如说这位直男财经，他是我们浙江传媒学院毕业的优秀毕业生，他现在你看在全网，他在这一个号上就有大概2298.5万的粉丝，然后视频是4.1亿获赞，非常大的流量。那么实际上像这位刘超，我倒觉得就是也是我们浙传培养的一个毕业生。那他其实给我们一个特别清晰的方向感，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做出一些非常优质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恐慌的，而且是在 AI 盛行的时候，反而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有高质量的。你看他的一些作品，他是直接就是本人就亲自到达贫民窟，比如说谈到这个中美经济的时候，这也是这个特朗普访华之后，他马上推出这样充满新鲜感的这样的视频。那这样的一种创意，这样的一种策划，这样的一种深度报道，其实是 AI 非常难以企及的。所以说，哪怕在智能传播的时代，我倒觉得一些顶流的这样的一些主播也好，UP 主也好，他们依靠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还有深度的创作，还有与粉丝的强链接，包括持续的创新能力，就是自媒体时代的成功密码。但是，就像刘超他本人也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觉得未来其实一定是一个人机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其实我们不妨在现场给大家来看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就是完全由 AI 来生成的。我想也听听看大家在听完这段表达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馈。欢迎大家在今天的留言区或者评论区进行评论，我特别希望听到大家的观点。感恩刷到我的您，我是橙汁，以成名之心洞见身心真知。真的特别开心，在这么大的互联网上咱们能遇见。我知道关注我的朋友大多都是心里装着家人，肩上扛着生活的人，平时忙工作忙家庭，累了自己扛，苦了自己咽。好，这段视频看完之后，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反馈啊？大家有反馈吗？如果大家有反馈的话，我相信可能会围绕一些内容，比如说，看起来好像还是挺有亲和力的，但是呢，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可能有点做作，对不对？那我相信今天在收看这场直播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我们传媒圈的，或者是播音主持的那个老师啊、学生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播音主持职业的从业者。但是我相信，对于很多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表达其实也足够能够唤醒他们的那种期待被疗愈的心灵。你比如说，我也曾经把这样的视频给我的奶奶去看，
那我奶奶其实分辨不出来她是真人还是假，你奶奶年龄已经90多岁了，她还会觉得说，就是这个表达当中，她觉得还是蛮舒服的。所以对于很多大众来说，他们可能也不太就是非常需要那种非常专业的高级的表达，像刚才这样的一段表达，可能也能够通过这种内容创作走进他们的心灵。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焦虑。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很多自媒体人啊，就是看到 AI 来了之后，都会觉得哇塞，怎么办？可能 AI 可以瞬间生成非常棒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影视飓风的 Tim 他是怎么说的。就是我感觉 AI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不会去质疑它有没有用，因为是真的有用。而且到了26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相比回答问题，它现在可以开始执行任务了，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想你应该是有感知的。只不过我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现在 AI 进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每周都会有小的更新，每个月都有大的更新。我的观点就是，目前大多数人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具体学怎么用一个具体的 AI 技术，比如说部署OpenClaw 怎么去部署它，去调它。以我的观点来看，没有必要为此感到太过于焦虑，因为 AI 它在不断趋近于让人用自然语言来表达。以前你学的什么提示词技巧什么的，都会在几个月甚至1年之内就被消解掉，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目前对于 AI 的焦虑怎么化解，我个人的观点啊，是只需要看新闻就可以了，真的就只需要你有一个好的信息搜集渠道，知道大家在用 AI 干什么就行了。现在很像是一个1、2、3木头人的游戏，你不回头，木头人可能就会把你击杀，但是你只要经常回头，知道他冲到哪了，那好像就可以了。反正这是我最近在探索的一点。我们之后也会来做一个我们频道的 AI 工作流的分享，我觉得也许会对你有点启发。我们有些很独特的东西，现在在我们公司里面运。好，刚才呢 Tim 给大家分享了他的观点，其实我特别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他就提到，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焦虑，我们其实就把 AI 作为工具就好了，作为伙伴就好了，我们就把 AI 作为我们可以让它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创作就够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大家也没有必要去惊慌，说，哎，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提示词？因为 AI 的普及性会越来越高，因为 AI 会让大家用起来越来越方便。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抓住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要知道 AI 到底能做些什么。AI 到底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什么样的创作？所以我特别的想在这儿也跟大家去减轻这个压力和负担，就是我们要做的没有必要去焦虑，没有必要去恐慌，而是就借助我们的 AI 工具，不断的去学习、去创作，甚至去娱乐，相信 AI 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窗。好的，那么 AI 对于主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的观点就是，它不是替代，而是进化。它其实能让你的能力变得放大。比如说哈，我发现有了 AI 之后，我这个讲课的这个效率会更高。因为过去我做一个 PPT 真的要花很久的时间，我要找一个很好的案例，找一个很好的图片，甚至我要需要这个调字号等等。但是现在我真的非常喜欢用 AI 来帮我生成 PPT，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我今天晚上的讲座，其实就是 AI 来帮助我生成的。只不过我不会让 AI 全程的帮我，就是全程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展示，我就直接拿来就用，我反而是经过多轮的指令，不断的优化，然后让它帮我生成我更想要的。所以我在觉得 AI 帮我放大了我的能力，一方面就是我的创意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我的资料的这个搜寻，还有资料的运用能力等等。那其实不光是对老师，对主持人更是这样，对不对？过去我相信很多主持人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吧，比如说当我们想要找一个节目的电乐，你是不是要听非常多的一些段子，听非常多的一些音乐的片段，然后再去找，然后可能找就找丢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借助 AI， 你可以通过一个指令来告诉他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然后请你帮我生成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哪怕你不满意之后，它还可以帮你不断的去优化。你看，它其实就是放大了你的审美能力，对不对？如果说你过去需要花10个小时的时间来找到一首非常满意的电乐，但是现在可能花3分钟就能让你的电乐充满着你的情感审美。所以你看，就像我送给大家的这段话，将你脑海中的想法以10倍、100倍的效率放大呈现。你只需要一个创意的火花，
AI 就能帮你点燃整片森林。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恐慌，它就是一个能力的放大器。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效率的加速器，这个真的不用多说。你比如说，我现在经常会受邀做一些讲座，那有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准备 PPT，而且我这个人还比较喜欢说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这样的一些分享，所以我就会这样做，把我过去的 PPT 丢给 AI，然后把我新的一些创意和想法直接投喂给他，让他快速帮我生成。那其实我倒觉得真的就是让我提高了效率。所以未来的竞争力公式是什么呢？就是内容力加上表达力，再加上 AI 工具力等于你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这三者都很重要，一个是内容为王，你依然要创作非常棒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我倒觉得它不一定是完全由 AI 生成，也不是完全由你来生成，而是两者的融合。但是表达力还是属于你自己，就你到底怎么样去给 AI 去投喂，你到底去怎么样给它生成一些这样的一些清晰的指令，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是 AI 的工具力，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的手机里边可能都会有一些 APP， 对吧？像豆包，像这个千问，对吧？像包括国外的 ChatGPT 等等，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想用的 APP。但是就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内容跟表达跟 AI 融合在一块儿，形成核心竞争力，是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去共同努力的事情。那么给大家来说说看，我为什么会出版这本书《人工智能与主播》哈？那么最大的原因呢，就是我特别感谢我们浙江传媒学院，我们学校真的是非常追求就是灵活的改变。当 AI 来的时候，我们非常快速的去拥抱 AI，所以我们在去年的9月份开始，给全校的大一新生开设了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而且要求是每一个大一的新生必须要选报其中的一门。那我呢，是来自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做的这门课程叫 AI 基础与跨媒体内容生产。我其实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我特别希望我的学生能够不仅仅会一些主持人这样的一些能力和素养，而是能够通过 AI 的加持，生成文案、生成图片、生成视频、生成音频等等，而且能够在多个媒体的内容生产领域，无论是播客、短视频，还是这个像公众号这样的一些媒体传播，都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来。所以我当时呢就有这样的一门课程。然后恰逢在去年的时候，我最近有点感冒哈，我先擤个鼻涕。然后正好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浙江省在2025年又开始了就新一轮的一流课程的申报，其中呢一项就是首批一流人工智能通识课程。那我当时呢就觉得说，因为我们这门课在前年开始就把 AI 融入到了教学场景，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门课程建设成为省一流人工智能课程。那我所以当时呢就是一边在建这门课程，一边在写这本教材，而且一边还在参加那个教学创新大赛。所以去年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年，但是我觉得去年也恰恰是我非常努力的去拥抱 AI 的这一年。所以后来比赛也拿了一个国一，然后呢这本教材你看现在也出版了，我觉得还是非常欣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多一点播种，还真的会多一点收获。那么这门课程呢，它其实虽然是依托在我们播音主持艺术学院，但是我是立足于传媒的特色，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通识的教材，不光是主播和主持人适用，其实我会发现所有传媒类专业同学都能适用，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怎么样去生成视频，怎么样去生成图片，怎么样去生成这个音频，它都能够给你一些非常好的启发。所以这本书出版了，我也特别期待大家能够多多的给我一些建议和意见。我特别期待这本书能够成为大家创作的伙伴。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困惑就是，我写了1年的时间，但是到了今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提到的很多的场景，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现在可能已经有更快速、更加高效的创作方法。哎呀，所以我就觉得技术的发展真的很快，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持续的去拥抱技术，所以我可能也会跟我们的出版社的编辑，像赵鑫老师等等，去不断的去沟通、去交流，看看什么时候我们再去修订啊，让它就是真的不说走在前沿，但是至少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实用性。好了，那就是这本书，你看，这也是我特意要来的这样2张封面啊。这本书其实会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场景，像 AI 图像的快速产出技巧，像 AI 音频的个性化运用，像 AI 视频制作的全流程啊。所以欢迎大家打开这本书，然后呢，我期待大家能在这本书当中去找到创作的一种灵感，更能找到创作的一种快乐。那么很多人跟我说，我出这本书的目的性是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键词，就是实用性。我特别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来满满的这种实用的感觉。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它并不难，所以很多的一些内容我都是因为考虑到就是大一新生使用嘛，他们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一些知识的储备，包括专业课可能上的还不多，所以特别期待的就是大家能够快速的去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的过程哦。那么，所以我在这个书当中，除了一些文字之外，我还穿插了非常多的一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就是随便一翻都会翻到很多的图片。看，就是会有很多的图片。那除了图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到 PPT 当中会有一些这个黑色的，实际上是我带着学生做的一些视频。那这些视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通过看视频这样的一个教程来学会怎么进行创作。我们来看一条好了。虚拟主播的声音设计与实时驱动。虚拟主播的声音是其形象塑造的核心，需兼顾辨识度和互动性。AI 工具能实现从声线定制到实时响应的全流程支持，让虚拟主播在直播中既能保持独特人设，又能根据观众反馈灵活调整声音表现，提升观众沉浸感。适用场景：虚拟偶像直播、动画配音及游戏角色语音等。核心工具：Troop Studio、美小3、Minimax。分布操作指南：虚拟主播声线定制，美小3 AI 配音的声线克隆功能，需先建立基础声库，根据提供的文案录制不同语调的音频，生成专属声线模型。接下来进入测试应用环节，输入虚拟主播的开场白，用定制声线生成后，检查是否符合人设。实时互动的声音调整，在 Troop Studio 中关联美小3 AI 配音和 Minimax 语音的 API 接口，实现观众互动、声音响应的实时联动。快来一起试试吧！好的，来看刚才这段，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做的一段视频，就是期待大家呢，可能最开始觉得很难，但是通过视频一步一步教你，你可能很快就会学会怎么去做。那么像这样的系列视频呢，其实大家可以在书当中会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很难的地方，会有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你看，像书当中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二维码扫进去就可以观看我们的一些视频。对。那实用性是我特别关注的一点。好的，那么这一门课程呢，我还把它做成了混合式教学的一个课程，还在我们的超星的学习通开展。令我特别惊喜的就是同学们真的也非常喜欢这门课。你像我的这个班级哈，就是现在有2个班级，然后呢选课人数就是这学期就169人，然后课程的访问量就2万多，还有一些就是活动数可能会更多哈。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反馈给大家，大家会发现，其实年轻人还是非常
就是对新媒体有期待，而且他们是主动的去拥抱这样的技术，不断的去进行创作。在我的课程当中，大家经常会在学动当中做各种操作，然后把它传到作业夹，所以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作品，会觉得哇塞，年轻人果然是很有创意的。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目前来看，我通过几轮教学也会发现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对 AI 是存在浅层应用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都是这样，把我的一个需求丢给 AI， 然后 AI 生成了之后他就拿来用。比如说老师有了个作业啊，明天我们要做一个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主持，请大家做一个主持的文案。很多人就直接把老师的指令丢给 AI， 然后 AI 就生成了一个东西，他就拿过来作为作业来使用。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我就觉得它是对 AI 的浅层应用，对不对？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就是只有一轮的互动，而是应该实现多轮的互动。那我是怎么做的呢？一方面我会以 AI 为创作内容尤其像我们专业是主持人的专业，让同学们发挥专业优势，然后把 AI 作为主持创作的内容。比如说你像我带着学生们共同策划了一个这个节目叫六小龙的学龙计划直播，这个也是我们浙商银行就是邀请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直播活动。那么在这场直播活动当中呢，我们就通过跟 AI 专家的对话，通过现场演练的方式去了解 AI 医疗、AI 的交通，包括 AI 的教育等等。那么同时呢，另外一个方面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把 AI 作为创作工具融入到主持的全流程当中。比如说借助 AI 工具来生成直播海报，比如说借助多维的 AI 工具创作主持电乐。但是在这儿我特别想提醒各位，就是我们要鼓励学生借助 AI 完成像数据分析、内容整理、信息搜索这样的一些任务或者工作，但是我们要禁止学生借助 AI 完成像情感表达、深度访谈、文化传播这样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当同学们要生成一个主持海报，他们把指令丢给 AI， 然后再通过他们的专业储备，不断的剔除或者优化 AI 生成的内容，这样实现了二度创作或者多度创作，就能生成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再比如说，我们借助这个 AI 工具包，像 DeepSeek 加 Suno， 然后就可以生成类似于这样的音乐。那其实这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持呢，包括 AI 的运用，它绝对不是瞬时性的，也就是 AI 它既可以成为内容，也可以成为工具，更可以成为让主持更加高效的伙伴。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也会，因为今天的直播时间呢，可能就1个小时多一点我不会给大家讲各个方面的 AI 的创作。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些我们课程当中的一些案例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AI 赋能的文案创作，让灵感滔滔不绝。我们会发现，其实作为主持人来说，经常会用到文案吧，对吧？主持词，对吧？口播稿，包括做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演讲的分享，都需要来写一个演讲稿。所以怎么样让 AI 来赋能文案创作，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简单的，大家可能人手都会拥有的，就是豆包我真的觉得豆包它是一个 AI 的写作搭档，它现在有支持一键生成、润色，包括语气调整、多版本的对比这样的一些模式和功能。再比如说，它还可以去帮助你去优化你的表达。比如说，当你已经有了文稿，你丢给它，让它帮你去优化，也是完全没问题。甚至我还有发现它还有这个帮你去做停顿符号、标注重音，对于很多可能初学播音的这个播音生来说，还是蛮有用的另外，当你可能有的时候做一个评论类的节目，当你需要把一些新闻事件进行快速梳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来帮助你提高效率，来提炼金句，对吧？所以这都是非常实用的。那我给大家现场来演示一个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关于周末城市徒步的短视频，但是我想让它帮我先生成一个脚本，
来丢给豆包，看看它会怎么样来帮我们来生成，好不好？那我来把它推出，大家有兴趣同学呢，或者各位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演练一下。我把它先打开我的豆包，然后点击一个新的内容，我来把我的指令丢给他，帮我写一个关于周末城市徒步的短视频脚本，风格是轻松治愈，时长1分钟，可以生成几个不同的版本。我们来给他，大家看，他给出了我第一个版本是什么？城市里的小森林啊，自然治愈巷。第二个版本，街角漫游日记。第三个版本，一个人的松弛感，独处治愈项，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比较喜欢让他给我多一个选择，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提高我的效率。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模仿这种非常简单的指令啊，帮我生成一个什么样的脚本，风格是怎么样，时长是怎么样，然后可以生成几个版本。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词。我倒觉得，就大家要足够清晰。之前呢，我在跟我们的一些 AI 的工程师聊天，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就什么样的提示词才是好的提示词？那其实他跟我提到，最重要的就是清晰，他能够清晰的去读懂你的这个逻辑关系。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叫不清晰呢？那在这儿我先简单说一下，后面可能会有详细的一个讲解。就是当你觉得你表达的很清楚，但是 AI 可能完全是一头雾水。比如说，你会说帮我设计一个有层次的脚本，那 AI 可能不知道你所要的层次是什么。比如说，当你生图的时候，你跟他说帮我生成一个超美的图片，可是你的美跟他的美肯定不可能是完全达成一致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用更具体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想有层次，你可以说我想要来一个总分总这样的一个结构式的一个文案，对不对？当你想说美，你可以说我想要一个就是在海边那种自然的美，它可以有蓝天有白云，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把你的美具象化，它可能会感知到你清晰的指令。好的，那么我们就接下来，比如说我可能会选择其中的一个啊，我们随便来选一个好了。比如说，那看了一下，我可能会，你看它这个是给女生来做的，对吗？那我可能先会给他来说一下，我选择一个人的松弛感，然后我是一位男生，请帮我重新生成。然后他就开始动起来了。这个时候变成男生的独处治愈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一定会在文案的创作当中，就是给他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细节。我反倒有的时候蛮喜欢看 AI 生成的一些内容，因为说实话，我倒觉得人机它是一个互相融合的同时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因为你像豆包，它依托于字节跳动，有非常多的一些爆款的文案库。那其实有些文案它生成还的确比你想象的更好，但是我更喜欢的是看完它的这个内容之后，我再加上我的灵感，然后大家共同融合一个更好的版本。我们来看这个脚本当中，你看它有特写，然后你看有这个手腕的手表，对吧？然后有这个中景是怎么样，然后跟拍是什么样的一个镜头，中景包括它的这个中间呢是台词和字幕，还有配乐跟音效，我觉得还是相当详细的。那么大家就可以结合你的创作需求来对它进行调整。比如说，我可能会需要的是，我想在开头就有声音。就有口播，我想在开头就有一个钩子。另外，结尾我也想加入口播或者配音来进行升华，请继续优化。
好的，那你看，在我给它了一些新的指令之后，它就开始在优化。然后呢，开头就会加了一个口播，对吧？周末还是被焦虑周末还要被焦虑叫醒吗？结尾加了一个口播，一个人的徒步没有目的，有催促，只有自己和自由。周末的意义从来都是取悦自己。你看，就是你通过多轮对话之后，我相信大家都能找到属于你的完美的文案。好了，回到我们的 PPT 啊，这是一个刚才的真实场景的演练。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其实通过 AI 赋能，就比如说图片的创作哈，利用提示词这样的延迟呢，变得一眼出圈啊。那其实呢，我倒觉得有2个分享给大家，一个就是醒图 Wink， 还有一个就是豆包生图。那其实我会发现豆包生图还是蛮好用的啊，就是豆包呢，因为你不用再切换了，可以在里面生成文案也好，生成图片都可以。而且我倒觉得它现在虽然收费了，但是一些基本的功能目前是免费的状态，依然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出图，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效率是倍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生图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仅需要生成头像，还要生成像封面啊、海报啊，包括主持人，像我经常主持一些大型活动，我有的时候自己来帮这个主办方来生成一个背景板啊，包括这个主题板等等。那其实我倒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讲讲看，怎么样让你的生图的提示词变得更加清晰一点。那么 AI 提示词的一个本质就是它不认长句子，不认作文，只认关键词和短语。那么接下来呢，这下面的这些内容就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清单。那如果说你想生图的话，你应该就是至少让 AI 知道你要生成什么样的画质，然后你要一个什么样的主体，然后就是如果是你生成人物的话，它的动作，对不对？什么样的穿着，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在古风的庭院呢，还是在海边的落日，是这个赛博朋克城市的街头等等等等，就场景也很重要。另外就是艺术风格，我为什么会就是提出艺术风格很重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生图哈，当你想生成一个经典的作品，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可以借鉴前人的一些创作的风格。你比如说像国风水墨呀，像二次元动漫，对吧？像这个印象派的油画等等，其实这些都能够给大家带来特别棒的一份惊喜。甚至我有的时候还会给 AI 投喂出就是2种艺术风格的融合，比如说我想要二次元动漫，但是在二次元动漫当中也能体现出一点印象派的油画。你会发现这样风格的搭配之后，你生成的作品它就没那么同质化了，反而就会有些个性化的色彩。所以鼓励大家，其实在就是像艺术风格呀这种地方，也可以加入多种的组合。好，再来说说看光影构图啊，比如说就是光线，我倒觉得其实光的运用是非常高级的啊，大家可以多给它投入一点专业的知识。比如说我是想要柔光的效果呢，然后我是逆光的一种效果呢，还是说对，就是光影的一种专业术语，再加上构图，比如我要的是特写呢，还是广角全景呢，还是3分构图呢，对吧？给出一个清晰的指令，然后还要其实也可以说一点排除什么样的瑕疵，比如说我不要低分辨率，我不要模糊，我的人物不要变形，尤其是早期大家还记得吗？用多包生图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发现文字是有错误的，你可以跟他说我不要文字就是发生这个错别字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基础的万能公式就是主体加场景加风格加色彩加构图或者视角，再加上光影或者氛围。比如说，你看，我想生这个北极熊，对吧？一只北极熊站在冰川上，写实的画风，冷色调3分法构图，然后再加上右侧的柔光的照射。好，
再比如说跳舞的女孩，穿着红裙的女孩，这是一个主体。场景呢是在樱花树下跳舞，风格卡通风格，然后色彩高饱和度，我的构图视角啊，还光影，你看我有上方洒下的烛光，再加上一个浪漫的氛围。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再来一个新的，一只北极熊，站在冰川上，哎，这个拼音打出来，病床上，站在冰砖上，写实画风。加冷色调，三分法构图，还有一句右侧柔光照射。来吧，让它来，请帮我生成一个图片。我要一个什么图呢？横图竖版的吧，3:4。我们来看看豆包帮我们生成一个什么样的图片。大家来看，生完了图片之后，你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张图我都很满意的，就是它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对吧？北极熊站在冰川上，写实画风，冷色调，三分法构图，右侧柔光照射，3:4比生图，怎么样？可不可爱？非常可爱吧，而且很写实吧，对吗？我给他的作品打99分，扣除1分，怕他骄傲。我觉得还不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对吧？就是然后呢，刚才我也联系了一下我们中国传媒出版社，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评论区，包括各个平台进行留言哈。然后今天被选中的提问也将会送出我的这本书《人工智能与主播》啊，所以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发到那个留言区和评论区，我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龙一老师来帮忙收集最后的几个问题，然后最后呢，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而且今天我们好像也在就是链接当中也挂出了这本书《人工智能与主播》，欢迎大家去下单啊，来看看人工智能与主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火花。我觉得这本书来说，对于播音生是实用的，对于任何一个就是对 AI 技术完全不懂的小白来说都是实用的。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这本书当中不仅有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图片，还有一些视频的教程，可以真正的帮助你，就是进行人际的互动。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 PPT 当中。那么进阶的监控的就是公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每一个部分当中，让你的描述更加清晰一点。比如说主体银色机器人，你看我不是说了机器人，我说的是银色机器人，增加了一些限定词。再比如说场景，未来城市天台，周围是高耸的玻璃大厦与飞行器。风格赛博朋克风，色彩光影，冷色调，这个霓虹紫色与蓝色光效，多项复杂光影。然后构图是俯视的视角，主体居中，细节繁忙的夜景背景。我加的快一点，我让它先把它另存到桌面上。
图片1可以，然后再来喂给豆包啊。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还完全可以通过图生图，比如说哈，我来一个图片，然后图片1，然后我就告诉他，请看我图中的指令，帮我生成一张图，请认真看清我图片当中的文字指令，看看他的理解能力怎么样。他已经生成了他的作品，但是我会觉得哈，比如大家再来看一下我的指令：银色机器人、未来城市天台，周围是高耸的玻璃大厦和飞行器，赛博朋克风已经有了，冷色调，霓虹蓝色与紫色与蓝色光效，多项复杂光影有了眼，俯冲的视角，主体居中，细节繁忙的夜景背景。大家发现了吗？其实你会通过就更加进阶的指令给它生成的图片也会更高级，但对我们要求也更高。怎么样我们表达出更加清晰的指令，其实非常重要。好了，这个就先看到这里，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么在这儿给大家一些提示词的优化 tip， 比如说避免模糊的词汇，就像刚才提到，不要老说美丽呀、漂亮、有趣等等，它可能没有办法精准的 get 到你的意图。所以你不要说生成一张美丽的城市风景，要说霓虹灯闪烁的东京夜景，雨后湿润街道，电影感 8K 分辨率，对吧？比如说呢，这个使用专业术语，精准控制摄影与光影。比如你看错误案例就是把画面调得更有层次感一些，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层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正面案例就是长焦摄影、前景深、黄金分割割构图、暖色调色温、边缘虚化。你看这样的一种专业的术语，就一定会给你增加非常棒的专业色彩。再比如说第3个，移除主语词汇，剔除请帮我等废话。但这个我感觉跟个人修养是很有关联的。我经常会喜欢在跟他对话的时候说，请帮我生成一个，然后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之前我也问过工程师，他就说，李老师，你有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你有的时候说的很客气，他给你生成的作品呢，会比较的随性啊，或者没那么的高级。但是当你凶他的时候，比如你说你怎么会给我生成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要的不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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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他是没有发现，反而你凶他的时候，他会生成更好。哎，我后来试了一下，是真的。那其实后来也不是因为真的凶他了，他会生成更好。原因在于说，我们当你把指令就生成的更清晰的时候，其实 AI 生成也会更高级。还有第4个方面，剔除网络热词，像拉布布啊这种词，可能 AI 还没有完全去懂，它可能没有办法去识别这些热门的一些玩偶。然后比如说你说生成一个拉布布在草地上玩，它可能不会。但如果你说带有长耳朵的毛绒玩具呀，然后它可能会生成一个比较接近的。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可以借助图生图，比如说你先投喂给他一张拉布布的图片，然后跟他说我需要这个图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玩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草地上玩，然后在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奔跑或怎么样，对吧？然后第5个方面就是指令的格式化，采用动作加上描述的格式。比如说我们不要错误的案例，就是直接给到一个好像非常宏观的，反而要有动作再加上描述。比如说你看我的那个描述是生成背景图，漫画的风格，西安大雁塔的远眺，然后秋季感，建筑偏右，左侧留白，而且最好还有一些动作啊，可能看这个远眺就是我们的一个动作。好了，后面我就不再多说了哈，感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去截图看一下。
包括引用符号成对啊，包括结构化分段，包括上传参考图的运用、图生图，包括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保持简洁逻辑。虽然细节很重要，但是不要过度堆砌信息。我个人认为大概8到10个提示词就够了啊。所以我们的入门公式就是万能的标准结构啊，就是画质封顶词加主体描述，加上动作穿搭，加上场景环境，再加上艺术风格，加上光影构图，再加上细节修饰啊。那画质基础呢？大家发现我用了很多的英文，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择用英文做提示词呢？因为真的做过对比，就会发现其实中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 AI 的这个系统的大模型当中，很多的一些基础的数据可能会就是英文会多一点。所以我发现，当给它英文的这种描述的时候，反而都是生成的可能更高效啊，尤其是在像国外的一些 APP，像 Chat 那个 GPT 啊这种，其实用英文的指令可能会生成的效果更好。你像 masterpiece、best quality 啊，高质量8K，对吧？还有像光影构图、艺术风格这块，我就不多说了哈，就大家要稍微的可以看看这个万能的标准结构。还有呢，就是各个模块的常用词汇啊，比如说你看画质提示词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我一般会把它放到前面，因为我一般会追求画质啊，所以你看8K 的超高，还有最高画质、超写实，对吧？包括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masterpiece，就是杰作像神级一样的。主体描述啊，比如人物角色，少女啊、古风仙子啊，对吧？动物形象是一个什么金毛犬呢，还是什么？然后场景设定，比如说是什么样的风格呢？赛博朋克还是水墨风情、太空飞船等等。还有就是动作穿搭啊，比如说你的姿态是侧身站立、回眸一笑、奔跑，服装造型是唐装汉服，还是未来机甲，还是商务西装等等，就是还是要有。然后场景环境是自然的，还是城市的，还是室内的空间？还有就是艺术风格，刚才提到了很多，像国风啊、二次元、超写实等等。光影构图这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可能很多播音生啊对这个用光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灯光照明这一块可能不是很专业，所以像这些专业术语大家可以学习起来。好了，那有的时候还可以加上负面提示词啊，比如说我个人会喜欢加一些，比如禁止，就是画面模糊、禁止扭曲。那如果说你要生成一个公开传播的，一定要跟他说禁止低俗、色情内容等等啊，这种。你比如进阶的负面词啊，就是像比如说防止脸部崩坏啊、五官比例失调等等这些的话，可以就是写一下的。那么这个进阶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你还想让你的这个生图更加高级的话，这几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加权强化重点，比如说你在括号当中可以写一下你的一个限定的要求啊。还有第二方面就是语序的决定权重，就是你越看重哪方面的品质，你就把它放到最前面。比如说你特别注重的就是它的画质，那你就可以先来说我要生成一个非常高清的 masterpiece 或者说8K 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图。比如说我特别想要的就是一个风格，那我要生成一个是国漫风啊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把这最优先的指令放到最前面，就是排序它是决定着你 AI 对你这个生图的理解能力的。还有刚才我也提到，就大家可以不用一种风格，有的时候风格混搭会生成创意的个性化的作品。那第四方面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拒绝使用一些非常笼统的词汇，一定用一些具体的高辨识度的细节来堆砌画面，让内容更加的精准。啊，这块不多说了啊，优先使用英文，还有呢8到10个关键词，还有就是定制镜头与氛围。你像这样的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说景深虚化啊，还有这个背景光斑，那其实都是可能我们摄影的，包括编译的学生，他这方面非常了解，所以他们生图会发现真的很高级。好了，这块我就不多说了啊。今天实战案例，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竞技版好，比如生成这样一个图片，好吧，还是用动包好了。
好，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去看看我们正在卖的这本书《人工智能与主播》，有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去下单啊。然后今天呢还有一些小福利，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如果说你的留言被我们的编辑、被我们的主播所选中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收到这样的一本书。怎么样？这张图生完之后，你看就会比你单独的说，哎，帮我生成一个中年男士的头像，可能会好很多，对吧？其实就是提示词要足够的高阶。好，继续来看，这些呢是可直接复制的使用范例，这也是呢我在课堂当中给学生分享的案例。今天呢也公开的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就是截图啊，或者说把它拍照留下来啊，当你们在用的时候非常好用的。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其实本来还想讲讲 AI 赋能的音频创作，还有 AI 的视频的创作，让作品怎么样一键生成哈。可能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去讲了，但是呢，我特别想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比如说大家 AI 的音频的创作，我强烈推荐大家用剪映来做。别看剪映是做视频的，但是剪映呢，就是在尤其是录音的降噪，包括人声的美化，包括 AI 的音效，包括 AI 的配音，都是非常好用的。那我今天不妨给大家布置一个好玩的作业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欢迎用 AI 的剪映啊。剪映的 AI 的这些功能，来看看怎么样去人声美化，怎么样去做智能创作，尤其是智能配音，还有 AI 的配乐，其实非常好用。就是你在那个界面当中，可能你没用过，通过它的那个提示去引领你，你就能知道一步一步怎么去做。另外也做一下，就是我们的预告哈，我们的江月明子老师啊，他有一本书叫《人工智能与声音制作》，专门讲的就是人工智能与声音制作。而且就在过2天，他也会做一场这个在传媒大学出版社的视频号上多平台做一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去收看。还有呢，就是包括像我们的张帆老师，是不是过2天也要做一场直播呀？人工智能与传媒艺术啊，欢迎大家多去关注系列直播，这也是我们浙传的老师们带给大家的。怎么说呢？就人工智能的分享吧，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那么 AI 赋能视频创作，其实我倒觉得剪映也还是蛮好用的。就它无论是脚本生成，还是自动的字幕，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是个自媒体博主啊，可能很多人关注了我的这个小红书，还有抖音斌哥健身房声音的声，还有就是我跟我儿做的那个亲子账号布瑞的不累老爸。然后现在呢，就是全网粉丝大概是70多万哈。那我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会用 AI 用剪映来帮我生成脚本。那字幕 AI 自动字幕这个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在用。那智能剪辑呢，其实我用的倒不是很多，因为我倒觉得可能达不到我的预期哈。但是对于很多那些只做口播的博主来讲，可能 AI 的智能剪辑还是蛮好用的啊。还有 AI 封面，这个我是用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画质增强，这个很简单。AI 数字人，这个欢迎大家就可以去尝试。现在技术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如果说过去那个数字人，你会发现好像很多的雷区，但现在的数字人真的会给你更多的惊喜。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前2天哈，浙江卫视报道了我们的课堂，就是 AI 基础与跨媒体内容生产这门课。当时呢，我们就是用 AI 来生成杭州的城市宣传图，然后我是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在 AI 的时代，主播呢依然有核心竞争力。AI 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些重复的劳动，帮我们处理一些技术，还可以快速的产出，但是它依然不能替代的就是我们人类的情感与共情，就是我们主持人的临场反应，就是独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和人格魅力。所以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温度，做有血有肉的主播，而非冷冰冰的 AI 工具人。就像马上到毕业季了，这个字是由足和个组成的，仿佛告诉我们路在脚下，各自有各自的路。就是当我们听到董卿老师的朗读也好，他的演讲也好，真的会感觉到一种温度，会感受到一种情感的沟通。那这种就是来自人类的一种情感。再比如说，像范伟老师送给毕业生的一些话，
一听你就有感觉。孩子们，你们好，我是范伟。最近毕业季，有的同学问我说要毕业了，不知道该选哪条路。我想路这个事儿吧，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倒可以跟你唠唠我的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多给大家看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短片哈，就是他是在新青年2025年的毕业季的演讲，非常的动人。那其实呢，我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就可能马上要到毕业季了，或者很多的主播可能在岗位当中会有些困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坚定内心的那份热爱。有的时候我们花时间去纠结、去抉择，还不如就主动的去拥抱每一次挑战。那今天的这个讲座呢，就先给大家来说到这儿哈，就让好声音更有力量。我希望通过 AI 的赋能，让大家的好声音更有力量。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好声音加好的内容，再加上好的工具，就等于新生代的主播啊。AI 呢，它就是那个给你如虎添翼的好工具，不是来抢我们饭碗的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的环节，我来看一下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李老师，我汇总了6个问题发到您的微信上了，您可以看一下。好的，好的，那我先恭喜一下这6位小伙伴哈，是不是可以收到这本《人工智能与主播》的书？那龙毅老师，你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怎么样把地址来跟我们的这个助理来就是对接一下？可以将您的收货地址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后台，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汇总一下您的收货地址，然后给您发过去。好的，再次祝贺大家。然后呢，第一个问题是，老师能否分享一下您做 PPT 的 AI 软件？我跟大家说，我喜欢用2个，一个是豆包，一个是千问。豆包的好处是它的排版我觉得比较大气，然后千问的好处是我觉得千问它有很多的功能哈，比如说它有这种，你比如说我会给它一个教案，然后我说你快速帮我把这个教案来生成一个 PPT， 然后有的时候呢，我还比如做好 PPT。我可能还就来不及时间去太多的时间去整理，我还让他帮我借助 PPT 来生成我的这个叫什么叫讲稿，对，就可以它双向奔赴。而且我发现那个千问的这个 APP 呢，它在生成 PPT 的时候，就是可能在线上编辑会很快速，比如说图片我可以随便来换取。包括文字，我也可以来进行替换。豆包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太多了，经常会发现卡顿。比如我正在做的非常头的时候，突然说这个指令无法执行，就觉得很崩溃啊。所以我一般会豆包还有千问2个混合来使用。第二个问题，老师，现在很多主播都担心被 AI 虚拟主播来替代。您觉得真正主播真正不可替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哈，而且今天我可能在就是前面就给大家了答案。我就觉得说，可能很多专业都会面临说一些纠结呀，或者说有这种危机感，但我倒觉得我们这个专业还恰恰不太需要，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特别注重的就是你的创意、你的情感，甚至你的个性化。那我倒觉得。最不可替代的核心，其实我个人认为是一种艺术性吧，就是无论是主持人，还是主播，还是传媒生，就你身上的那个艺术性，包括你的审美，这个是 AI 无法取代的，反而是借助它能够让你艺术性不断的进阶，不断的升级。第3个，如何让 AI 写出有个人风格、不机器感的口播稿？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其实 AI 它本身也在很恐惧。就我发现过去AI 的生成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机器人的味道，但现在越来越少了包括我现在用那个 PPT， 用千问让它帮我来就是结合 PPT 来生成这个口播稿的时候，我发现哇塞，就是很自然，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投喂它。比如我可能会跟他说，我需要简单的这种表达，我需要在每页当中有一个自然的过渡，然后我这个人的风格呢，讲话是有亲和力的，所以你的语言呢也最好是充满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你给他投喂之后，他可能会反馈给你还不错的这种答案。这两天感冒，对鼻塞，对大家也注意好身体。第4个，您在高校教 AI 与主播课程，您觉得现在学生和自媒体主播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什么？这个我其实刚才已经在课堂当中、讲座当中给大家分享了。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学生他是对 AI 的浅层应用，就比如说老师布置一个作业，他直接丢给 AI， 然后直接生成，没有借助它的专业属性来进行2度创作和多度的创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区。我倒特别鼓励大家就充分的发挥你的专业优势，比如播音生，就你的语言表达，然后你需要它怎么样来生成想要的口播稿，对吧？比如说你像电艺的这种学生，你像摄影摄像很多的专业术语，这个是你们有的别人没有的，所以你们可以把一些专业术语融在其中。第5个方面，如果只学一个 AI 技能就能立刻提升竞争力，您最推荐先学哪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那我可能会觉得一定会跟你的专业结合吧，或者说换一种思路，就最好它能够补到你的短板。比如说我是一个播音的老师，对吧？我的强项是语言表达，但是我的短板是技术的应用。比如过去我在生图做视频的时候，可能要找非常多的后期团队在做，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立刻提高这个竞争力的就是怎么样实现 AI 生图，还有 AI 生视频。所以我倒觉得大家可以互补一下。那如果说你本身就是后期能力就很强，但是你可能在文案方面不是很就是在行的话，那不妨就去在 AI 文案，尤其是在 AI 文案的提示词方面多下功夫。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在直播和短视频里，我们具体怎么做才能让内容比 AI 更有温度？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我倒觉得，怎么样内容更有温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你的创作内容实现价值。那第一个方面，我觉得至少能让你的内容实现情绪价值，对不对？比如当我们刷到一条短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看进去了，你要么被感动了，要么可能被它的内容产生共鸣。所以我就觉得情绪价值其实是第一点。那么第2点就是实用价值。你比如说我就是原来做短视频的非常关注流量，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做一些很有流量的内容，但是现在我不这样做了，我现在反而觉得说我特别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实用性的短视频。比如说你看今年就很多老师向我请教教创赛如何备赛，所以我在小红书和抖音上没有再更新那些娱乐化的内容，我就更新了专辑，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在教创赛当中去备赛。虽然流量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倒觉得帮助了很多老师，它有实用价值。那么第3个层面就是社会价值。就如果说你的内容不仅仅是说给某些人看，而是能够给某一些群体来看，你比如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范伟老师的这个演讲作品出发，那我真觉得说他的这个内容就真的能够唤醒一群人的这样的内心的一种悸动。我觉得你的视频的创作它是有社会价值的时候，那可能这样的内容就比 AI 有温度。好了，今天因为感冒鼻塞，你看聊了一会儿嗓子也哑了，非常抱歉今天的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依然非常感谢在我们各个平台来收看我今天这场直播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和各位小伙伴。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就是未来还有什么样的需求，也欢迎去买这本书。在这本书当中，我也留下了我的邮箱，大家有问题或者有意见，欢迎通过邮箱来传递给我。
或者可以在我的这个自媒体号小红书还有抖音的斌哥健身房不是声，是声音的声，斌哥健身房来跟我来进行互动。龙一老师，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吧。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AI 赋能主播，让内容创作更高效、更多元。本场直播圆满结束。那么本系列的 AI 讲座呢，还有5月13日和5月15日2场直播。那么持续关注我们，不错过每一场 AI 前沿的内容。再次感谢李老师和各位观众，我们下场再见。谢谢李老师。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中传出版领读者计划第7季 AI 加自媒体系列讲座，我是本场主持人龙一。上周呢，我们一起解锁了 AI 绘画，今晚第2场咱们重磅开讲。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李斌教授，带来主题为 AI 赋能主播新生的分享。带大家看懂 AI 如何为播音主持、数字主播、自媒体出镜创作全面提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斌老师。好的，感谢主持人的介绍。